今天来拜访住在渥太华南部的一对年轻的80后夫妇，他们一位是公务员，一位是程序员，还兼职宠物寄养。他们有着怎么样有趣的故事呢？可以先做个自我介绍吗？行我先来呗。行那个我叫雪飞，然后我是山东济南人，然后现在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然后我平时的全职工作就是在 RCMP， 就是皇家骑警做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一个兼职类的，就是做宠物寄养。皇家骑警，我先问问题，我很感兴趣，皇家骑警是公务员吗？是公务员，然后他其实其实在渥太华和那个 Gatineau 地区，可能皇家骑警的存在感比较低一点，但是其实在Ontario 和那个魁北克之外的那些省份，皇家骑警其实是起到一个就是治安管理的那个工作的。就是然后但是在渥太华，在 Ontario 就是安省和魁省，他们有自己的警察，所以在这边皇家骑警可能大家听到就是不太确定皇家骑警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们在这边可能就起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在别的省份他们是真正要冲到前线去处理那些一线的一些事儿的。我也是山东济南的，我跟我老婆是高中同学，我是国内读完大学来这边读的研究生，然后在这边就是读完之后就找到工作，一直工作到现在，大概7、8年吧，工作了7、8年了，做程序员的。程序员这是标准的加拿大行业。我感觉好多人来了都是做程序员的。因为我学机械的也没什么太好的机会，我就自己转计算机做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你之前你们俩在国内就认识了是吧？对，我们高中同学。对，其实我们是在济南外国语学校，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学校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就一直都有，然后我们初中就在一个学校，但是不认识。高中到一个班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很熟，然后后来才就是毕业之后上大学，慢慢还保持着联系。后来对，可以说青梅竹马了，这是某种意义上吧。嗯然后后来你们就是在国内有没有工作过？毕业之后我从来没有。我在国内工作过1年，然后再决定过来继续来这边读书的，其实是。所以你在工作了1年之后，你们俩怎么就会有这么个想法，说去国外读书或者是去找工作呀？我们俩好像得分开说，因为我来韩国读的大学，对，然后你来说吧。就是先说我吧，然后就是我来加拿大当然是因为跟他结婚，但是我之前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国内读过大学，我的大学研究生，包括我后来工作了2年，都是在韩国，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又联系上，然后开始谈恋爱，准备要结婚，然后我就来到加拿大了。然后他的话就是要听他怎么说，就来加拿大的过程。我就是国内读完本科工作了1年，因为北方家庭，爸妈就想一直让读书，拿个比较高的山东家庭，对山东家庭，那不得考公务员啊？然后我表哥也在加拿大这边，然后升大学。加拿大的学校实话实说嘛，比美国的好升一些，就升了一个学校。加上这个渥太华大学和我们大学有那个合作交流的联系，就直接比较方便就来这边。那时候过来的时候多大岁数啊？23吧，23左右。那你很年轻，那你大概是零几年，10几年来的吗？13年来的，13年，10年了，对，刚好10年多一点。然后你也知道，程序员在国内他是吃青春饭的嘛，大概30多岁、40多岁可能都被开了。那你觉得在这边有没有这种年龄的焦虑啊？好像完全没有，就是这样就属于歧视了嘛。如果是年龄方面的话，包括我现在的
我现在的经理是技术经理，就是他也是在做技术，他已经快60了，就感觉大家就一直在做。那您在这里就没有当地的教育经验，在这加拿大？在这边其实我也某种意义上算是转码，因为我原来在韩国学的是化学工程，然后后来过来这边跟他结婚了，也是就是想找跟之前专业相关的，就发现比较难吧，然后也没有这边的教育，然后后来也是安省这个 Algonquin College，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尤其是在华人圈里边比较有名的，就是 computer programming， 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转码的契机吧。然后你去那儿学了2年的college 课程之后呢，你就可以基本上，尤其是在渥太华，政府的工作机会特别多，然后你就很容易找到政府里面跟IT 啊，或者是跟 data 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我其实也是通过这个途径，最后进到那个皇家骑警的那个部门里面了。就是国人对这个公务员都很感兴趣，就在这边公务员的话，有没有什么统一招考的这些考试啊？还是说你自己投简历就进去了？像其实它也有针对就是 public 的一些招考，那它那个流程就比较的正规。我自己没有走过那个流程，但是我有听说，就是那个流程相当于它会有先是笔试，会考你一些基础的问题，专业相关的，或者是一些 behavior question， 然后之后还会有那种 AI 问题，就是他给你出一个题目，然后你去录上你的答案，然后再传给他，然后到最后那一步，可能你才会对接你真正那个职位的 hire manager 真人的那个面试，然后他们决定要不要招你。然后像我们走的这个过程就相对来讲简单一些，我们是通过学校的一个 co-op， 就是相当于一个实习进去的。然后你实习进去，只要你表现的不错，然后这个公司也有相应的怎么说，就是资金可以去开一个职位招新人，基本上很多，包括税务局啦、皇家骑警啦，还有一些边境局什么的，他们就会把实习生最后留下，慢慢把你转成一个正式的职工。就这条路相对来讲更简单一些。通过学校的实习项目过去。通过实习项目过去。那就是正式作为这个政府的雇员之后，收入怎么样？收入就是我也是刚开始进去，就是一开始的收入我觉得还可以吧，比安省的平均，我不确定现在平均年薪是大概多少，但是我觉得一般即使是最初级的进政府的应该也都是7万往上了，就是跟 IT 或者是 data 相关的这种类型的，那还是挺不错的，相当不错，并且他的那个工作时间没有那么紧张，是吧？对，就比较轻松。几点到几点？这个都是可以选的。比方说，有的人他早上起得早，有些人可能从6点半、从7点就开始上班，然后一天就是8个小时。你根据你早上班，比方说我选的就是我8点开始上班，然后我下午4点就下班了。然后有些人就选择7点上班，他可能3点就下班了。这个就是他们非常的灵活，对，就很人性化。那这还挺好的。对。那你们工作地点离你们住的地方远吗？你先来吧。我的话，公司挺近的，15分钟就到了。我一般1周去2天吧，现在3天在家，2天去公司。你是等于远程工作是吗？对，大多数时间是远程工作。这边还挺人性化，很多程序员都是远程工作。对，尤其是疫情之后，就远程工作的比较多。我是完全的远程工作，就是我只在家工作。这样，我以为公务员肯定要得去公司。是公务员，他要求的是每周去2天。然后，但是鉴于我们组就是有点特殊，因为我们组的人分散在加拿大的各地，他就是甚至有一些魁省的，甚至更远的有 Nova Scotia 东三省那边，就是大家可能你即使去公司，你也都互相见不到，所以可能考虑到就是一些因素吧。然后我们这个组就没有规定的那么死，但目前其他的组我听说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周至少要去2天。然后其他时间在家工作。但是公务员的这边准入门槛高不高啊？就是你想进去的话，其实我觉得这边相对国内来讲，门槛是非常低的。就是你在国内，你无法想象一个外国人，能够去当公务员，能够去怎么样。但在这边其实
像我现在我是公民嘛，但是有很多他们只拿了绿卡，他们依然可以当公务员。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边门槛相对不是那么的高。对。但是很多公务员的岗位还是仅限 PR 和 CT 人才可以的，对吧？公务员的话，一定是要求至少要有绿卡了，PR 就是你说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个别岗位，他会说我只要公民，但是多数时候 PR 就已经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满足政府的要求了。但是你当时在那个学校毕业 co-op 的时候还没有 PR， 有 PR 了吗？我当时是有了。已经有了。所以你就顺利的在那个时候就直接留下来了。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他也有同样是学这个专业，但是他因为当时没有身份，他的实习就很难。对，因为没明白。对，身份对于进入公务员这个岗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对。那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拿到的这个身份？就是你先来拿到身份的，然后你通过结婚。对。对，我是就是毕了业当时有个研究生计划安省的，就直接可以申请绿卡。然后我老婆就是我拿到绿卡之后，我们结了婚，她就有绿卡。是硕博提名是吧？对。你那一年毕业是哪一年毕业？15年。15年硕博就还是很快的。对，只要是硕士就可以直接申请绿卡，等1年大概就能拿到。可能还是因为你这个专业，你这个专业本来加分就很高。工程类好像确实是，对，所谓的稀缺专业，但实际上也找不着工作。然后就其实加拿大的政府，像我在我们组感受到的那个政府环境，就是它并不要求你一定来了，就是你的能力有多高，你能为这儿创造多大的业绩什么的。首先就是你整个人，他们政府在招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就是 behavior question， 就是看你这个人的性格，看你这个人为人处事以及处理问题的一些能力。就是他们觉得你这个人只要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整个人的性格啦，整个人的个性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你的，即使你的专业技能差一点，他们也可以来培训。而且像我平时我们工作中，你如果让别人给你提意见，他们不会像国内那样就是很吹毛求疵的跟你说一些，也不会是很压榨你的，就是说你你多短的时间内一定要给我交出一个什么来，他们不会是这样，他们比较倾向于给你提的意见都是比较积极正向的，然后以及给你派一个工作，他们是会先问你觉得这个工作如果交给你做大概会多久，就他们不会太去 push 你，就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文化是挺让我喜欢的。然后就你可以看到这边做管理层的人，他们一定都是那种就是非常平易近人，然后跟所有人都能搞好关系的那种人，他们才会成为管理层，然后能够运营好整个的团队。就其实这种是很重要的。这边的话，你觉得公司的领导或上层的话，跟国内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吗？这边脾气都很好，脾气都非常都很好。因为这边的员工就是基层员工，感觉都挺牛气的，因为领导有什么被得罪，如果被领导得罪了，立马去 HR 去人事部门可以去举报。所以这些领导都主动或者被动的，其实脾气都特别好。猫钻到里面去，对，它钻进去了，小心啊！这个猫是你自己家养的？不是，这个是寄养的猫，然后它只有4个月大。小心啊！它是比较怕人吗？它不怕人，它就是很爱玩，然后它现在钻到树里面了，它就很不想离开这棵树。但是就很怕，就对，里面有电线，就比较怕它出危险，还是稍微的要给它 mango 啊，好了，哎，嚼，那个是我们家的吗？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下，除了你们本职工作之外，我们再聊一下你的其他的副业。因为我之前认识你就通过小红书，我看你有很多动物在你家里，所以你能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最初的想法，就是我本身很喜欢小动物，然后我们家也养了一只猫一只狗，然后认识的朋友啊，他们有时候出去玩也会把小动物就是放到我家里，然后帮他照看一下什么，然后慢慢就发现其实帮助别人照看各种各样不同品种啊不同年龄的小动物，就感觉挺有意思的，因为感觉动物它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就你跟它还是交流起来，感觉就是非常的疗愈。然后发现，就通过朋友也知道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我就觉得，我如果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么一个宠物寄养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也满足了我自己能够跟小动物玩的这个心愿，然后也能帮别人解决一下问题，就觉得这件事儿应该还挺有意义的，所以就开始做这个宠物寄养了。宠物寄养通常是什么样的客户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会找到你啊？现在就是我挂靠了一个 app， 就叫 Rover， 然后它上面基本上就是它这个系统做的挺好，它有地域就是 location 的限制，然后还有宠物的，比方说一些特性的限制，比方说有没有绝育啊，然后这个狗的大小啊，这个狗的年龄啊，它需不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啊，它分得很细，然后你就把你能照看的那种宠物的条件列出来，它就会自动给你匹配相应的客户，这样通过 Rover 找过来的多数是老外的客户，因为老外他们就比较可能他们本身的那个文化就不太愿意去麻烦朋友帮他照顾，他更愿意去花一点钱找一个就是正规的跟他签了合同的人去照顾，然后就是这样 Rover 上大概就是老外的客户偏多，然后其他的像我也在小红书上发，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渥太华的人，他们就会看到我的小红书广告也会过来问，那样就是中国人偏多。对。除了猫狗，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我们不常见的宠物吗？那个暂时还没有，然后我也没有那方面，就是像那种冷血动物，我没有那个方面经验，我也不太方便帮人家养，就也怕给人家弄坏了。猫狗我比较擅长，所以暂时只开放了接猫和狗然后还有就是去别人家帮别人喂，然后帮别人遛，有这种的服务那遛猫遛狗的话，他们这边通常是怎么收费啊？遛猫遛狗就是按时间收费，然后一般就是半小时吧，半小时起，遛一次狗大概是20刀左右。对。那如果是寄养呢？寄养的话就是一天是35刀过夜，然后如果你我们是按24小时计算嘛，如果超过了24小时，你要有一些追加的费用，加一些 daycare 的费用啊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些猫会打架吗？我们都是看着的，就是在我们家如果打架的话，就会给它分隔开，只要是让它们自由活动的，都是我们很确定它们不会打架的那种。它这个猫它非常的亲人，然后跟狗啊跟猫的关系也都特别好。这个猫在你家待很长时间了吗？它要待到1月10几号，就是要待大概20多天吧。那你平时给他们喂这些吃的有什么定时啊，或者怎样？平时就是根据他们主人的要求，就他们主人说几点，一天喂几次，每次喂多少，我们就会根据它主人的那个要求去喂。比如说这个猫的话，它主人的要求就是让它一天喂2次罐头，一早一晚，然后平时的那个干粮就是让它自助，就随时都保持有就可以了。然后它只要饿了，它就能吃到。那它这些吃的东西是主人提供的还是？对，是主人提供的。因为猫的话，它如果要是就是突然的换粮的话，它可能就是会容易拉肚子啊什么的，然后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求主人要把它的猫粮带过来。平时找你们来寄养的那些人，他是比如会有出差啊或者旅游的这种需求，然后宠物会放旅游的比较多，因为其实加拿大我觉得它的生活节奏真的是很适合人生活，就是你下了班会有很多的个人时间，然后每年的年假也特别多，所以这边的人就是旅游的安排其实算是挺多的，包括有些华人他们有时候要回国探亲，
那他一回去可能就是半个月1个月。那像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就比较倾向于找一个他们信得过的这种人家吧，去帮他们照顾一下这个自己的宠物。并且他们这边家庭养宠物的还挺多的，是吧？对，非常多。基本上我们认识的朋友现在人均1到2只吧，有的人是养猫，有的人是养狗，有的人是猫狗都养，但是确实这边养宠物的比率是非常高的。你觉得养一个宠物的成本高不高？在加拿大的平均每个月大概有多少支出？哪些方面的支出？其实我觉得养宠物的话，在这边比较看个人啦，就是我们的养宠理念就是说，在我们经济能负担的范围内，就尽量给宠物更好一点的，吃一些健康的东西，然后像疫苗什么的给它打全，平时再给他们弄一点零食啊、玩具什么的就可以了。然后有些人可能他就比较宠物吧，他可能就会选一些像吃饭这一块，就是高低价位差的很多。那有些比较宠物的，还可以给他买很贵的。像我们的话，我老公，你觉得我们1个月吃饭有给他们花多少？100块钱，我觉得都不一定到了。你所有的宠物加起来100？我们家的2个，我们的2只，因为萝卜的狗粮大概100块钱吃3个月。差不多，兔子差不多50块钱3个多月。对，然后不到100块钱。对，平时会给，但是兔子它会有猫啦，我们的猫平时会有一些罐头的支出，然后我们就可能稍微它再多一点，大概1个月就是100块钱。我们的1只猫和1只狗在吃饭方面就完全解决了。然后像其他像猫的一些猫砂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玩具什么的支出，我觉得1个月可能20就够了。然后每年再给猫狗打一下疫苗，1年的疫苗可能有200吗，老公？200-300。大概就是。这几只狗还挺安静的，连一声都不叫。是。它这个泰迪的话，它叫点点，我来抱抱你，抱。它叫点点，然后它其实年纪非常大了，它已经12岁了。12岁相当于人类60-70了吧？70了，对。然后它就是像它有很多特殊需要照顾，比方说它有白内障啊，就是会有一些分泌物，然后你就每天要给它清理眼睛，然后加上它的那个牙齿。老了嘛，然后就也是有点松动的地方，每天晚上要给它按时的刷牙，这样才行。反正就是看这些年纪比较大的狗，看着它们就是也是真的觉得它们挺不容易的。那其实要做的工作还挺多的。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做宠物寄养的人，你一定不是为了赚钱，一定是因为你真的喜欢这些宠物，你才能做下去。如果是真的为了赚钱，我觉得这个工作你是做不长久的。对，还是需要有耐心。对，真的喜欢。我每个节目最后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生活？那你们2个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你说呗。就是我觉得，首先我来这边生活是因为就是我爱的人在这儿，然后我就肯定，我是觉得就是我跟别人在结婚了什么的，我就不能分开，然后就要他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然后另外我觉得渥太华这个城市，它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比较无聊，但是我觉得它节奏比较慢，其实挺适合你在这儿慢慢的享受生活的。而且其实它的一些基础设施，你像它这边现在也有一些轻轨铁路，然后它也有机场，然后你平时坐到哪儿，就是巴士可能没有国内那么四通八达吧，但是它也有。然后就感觉你在这边，其实你日常需要的一些东西，买东西啦、逛街啦，然后吃饭啦，其实它都有。然后其实还是一个挺适合享受生活的一个城市吧。然后现在感觉气候慢慢变暖了，前几年冬天还有零下20-30度的时候，就今年开始特别的暖和，然后今年冬天雪都没有积起来。就感觉它越来越变成一个宜居的城市，然后加上这边的空气和水
也是都是比较的干净，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之前都是经历过国内雾霾的那种人吧，就觉得现在找到一个空气清新的这样一个慢节奏的城市，就生活起来是比较舒服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觉得节奏比较适中吧，加上也是个规模也还可以，是个城市，有不错的工作在这边，应该挺好的。这主要是在加拿大，感觉怎么说呢？工作和生活分的还是挺开的，工作是工作，下了班之后就是自己的生活。国内现在感觉工作和生活就是混在一起，就是真的纯生活的时间没有那么充裕，就是这么觉得。所以未来的话，你们是继续打算在渥太华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待下去的？短时间内是吧？之后可能会考虑，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城市啊，等过几年走着看。OK， 好，今天采访就到这里，拜拜。谢谢。